我很高兴你愿意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吗请回答。我觉得你这个立论就有问题，说那些回忆都很珍贵，为什么不要？没有不要啊，谁说就不要了？谁说离了婚从前的人生就失败了？所以你可以，谁说离了婚从前就那个爱情就没有了？高晓松，你作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可以靠着你的作品留住这份回忆。可是我若是一个不会创作的人，我可以靠留着这个人，留着这个婚姻作为我回忆的依赖吧？可以吧？如果没有爱了，你留着这个人，还不如你让这个人永远留在你心里，是那个年轻的时候的他，啊、你爱的时候的他，在你心里，对吗？为什么不呢？我们人生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基于有没有爱而决定的。我们到了最后说老来需要一个伴，这个伴是跟另外一个人的连接，那个依赖。你觉得那时候爱还被放在老人家找一个伴的最高的标准里面吗？恐怕没有。他需要有个人陪在他身边，他半夜起来吃感冒药摔倒的时候，有人扶他一把，替他抱。那有多少老人是最后两个人老来黄昏恋，组成了新的家庭？难道因为这样，这两个老人从前的成长、爱情、年轻的时候付出过的所有的誓言，都是假的，都是错的吗？我想他们的回忆打了很大的折扣。把那些东西都留在心里，而再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呢？是，所以你如果这样子衡量之下，然后你觉得我依然必须要离婚的话，我们这一方当然是同意你必须要离婚的。我们现在只是在提醒你说，不要动不动到学校去一不爽就说我不要上课了，我不要考试了，我要翘头，我要。我们这一方也没有说过一天的冲动就要离婚。你们这方的冲动，今天早上我醒来就发现这个就要离婚。你们这方冲动是说他醒过来看到这个女人，他硬不起来，他就要离婚。我跟你们，我跟你讲，你知道天底下有多少夫妻看到对方已经硬不起来了吗？就是这是常态，你根本不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个理由。你不能说硬不起来要离婚，是因为我对他没有爱，我没有欲望了，所以我要离婚。我没有办法再跟他履行夫妻义务了。我相信不仅仅男生有这个需要，女生也有这个需要。那女生如果也不想跟我履行这个义务的话，她也可以离开我，这是一个双方的。我又不是，哎，等一下，亲爱的，我又不是神经病。我告诉你，我们三个又不是心理阴暗，告诉你们，哎，你们两个没有爱，必须离婚。哎，你们爱理不离正儿八经的。但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就是要把态度摆端正啊，我们就是要离婚呐。如果没有爱了，怎么了嘛？潇潇是一个非常的标榜他因为年轻所以可以耍任性的这么一号人物。那我当然只能祝福他在人生未来的途径当中不要出现。你祝福我要离婚？我根本不相信你会结婚，你会结婚。我们走着瞧，走着瞧。我给金姐，你来不来？他们两个人可以，我们打赌好不好？一会儿做完节目，他们两个人再单聊。他们俩人再单聊。全场观众共同作证，我们打个赌，看看潇潇会不会结婚，结不结？哦，先离了再说，先签离婚证书再结。珊珊。他们的激情好像打断了你的思绪，你请。你刚才说老年人我们在一起有一个伴儿，那我觉得他们俩是有爱的，起码他们俩互相关心。但是有时候你面对的这个人，你没有爱了，也许关心都没有了。老师，我有问题。她长那么漂亮，我不忍心攻击她。没有爱了，要不要离婚？为什么我们有这么长时间的沉默？因为她脸长得漂亮，爱沉默多久都行。我自己会选择不要，但是作为高老师是我的军师，我选择要。我要听你讲话。太内行了。那你的选择是要还是不要？你是主辩手，所以你选择你的，心里真的是那么想，但你说不出话来，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你。你看我的军师，不，所以我一定要因为你心里不这么想的话，你就心生虚了。听你说话要。OK。你怎么知道我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我觉得高晓松有一种意乱情迷的感觉。豪情可以先告一段落，让我们继续话题吗？那个你选择的是要，蔡团长，我选择不要，选择不要。没有爱了也不要离婚，没有爱了也不要离婚，那就刚好你们是一对的，是吧？然后这是你的队友哈。好，我们请现场所有的观众啊，红蓝选择。正方是要离婚，反方是没有感情了也不要离婚，请选择。
选手按自己的观点选择持方。今天的主辩手坐第一排，2排为协助议员。比赛中，观众可以随时变换嬉戏，按下啪啪钮，红正蓝反。辩论的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好票数量决定。好，我们现场100位观众有61个人认为，即便没有爱了也不要离婚；39人认为没有爱了要离婚。我们话题的讨论开始。那作为一个年轻人呢，我还没有结过婚，那我就说我自己吧，我恐婚，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敢结婚，因为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给别人承诺海誓山盟，我们一辈子要坐着轮椅慢慢摇的这种人。而且我身边有很多的人，好像一直困在婚姻里面，可能是我们的老几辈这样子的人。这种故事我觉得不胜枚举，我就说一个事例 ，OK？ 哦，不是事例。一个理论 ，OK？ 为什么我觉得要离婚？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不爱的人躺在我的身边的话，在夫妻之后，我没有办法跟他履行夫妻义务，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他发生性行为。我觉得我活不下去，我一起来，这就是我的看法。谢谢大家。简单直接的陈述，有理有据啊。王梅，其实我也没有结过婚，但是从我自己感情出发，我是一个女生，我最讨厌我男朋友或者我以后丈夫对我说什么话呢？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身份，说我爱你，但是我对他有责任。不管我是那个你还是那个他，我都觉得非常的恶心。我觉得这种男人说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渣。你已经不爱我了，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让我每天和一个已经不爱我的人，我和他一起生活，和他一起睡觉。那其实我和有什么区别？我是免费的，只有这唯一的区别而已。如果不爱我了，不要再对我负这样的责任。我觉得女人不需要这样的责任，我们值得这辈子找一个真正对我有感情的人，我们和他过一辈子，而不是为了所谓的责任。我觉得有一些人他要的太多了，他又想要自己所谓的爱情，又想要所谓的责任，其实真的不需要。我们女人不需要这样的责任，而且。当我们碰到这样的男的时候，会有人居然跟我说你超幸福，你有一个有责任感的男朋友。他有责任在哪里？王梅，哎，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你觉得镜头后面有一个特指的一个人吗？为什么这个节目感觉把这么多人的童年阴影全挖出来了？我是隔着镜头在对某一个人说这样的话。人家讲的是自己的真实故事，就差点名了，多好，对吧？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看到这个节目。好。姜思达，你请。要说我和离婚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没结婚，但是说实话，我又是，来自一个离婚的家庭，所以没了爱的时候，不应该离婚，似乎有很多牵绊在。有很多人说这个牵绊是孩子嘛，但是就在孩子这个方面，我觉得我有话要讲，因为我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从这个小学的在北京夏令营回家我带了一串玩偶。带了一串玩偶，就是分别代表着我的父亲、母亲、我的我姥爷。然后这个时候，我妈看到这个就哭了。然后晚上呢，在这个火锅店里，大家一起吃饭，我爸就问我，他说：“这个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你同意吗？”我当时反应非常的快，我说同意啊。然后我爸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那你跟谁？”我说我跟我妈。其实为什么我反应那么快呢？因为即便我知道不离婚，他们两个没有爱的时候。家里也是鸡飞蛋打，有的时候他们会互相争吵打架，有的时候就是甚至那种冷战，就是让我心里还是蛮难受的。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好聚好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离婚的事情太污名化了，把它想得很难听，说我离过婚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人生的污点，但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永远对你的爱是相信的，永远相信你拥有爱这个权利是更值得尊敬的。谢谢。39到54，您挣了15票。老姜啊，他是来自一个就是已经离异的家庭，那我是来自一个险些离异的家庭。我相信就是其实现在社会上只要是两口子，他就会吵架。险些离异的家庭，对，这个世界上有不险些离异的家庭。对呀，所以我说嘛，就是每个家庭都会有争吵，对，都会闹离婚。而且甚至就是一个常态了，因为我爸妈是就是当时他们晚婚嘛，
结婚以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叫思达，我不知道姜思达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说，星星的英文是 star， 然后爸爸是太阳，妈妈是月亮，我是星星，所以我叫刘思达。大概4、5年级开始吧，爸爸妈妈就开始吵架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我们家里那么和谐，感觉是个太阳系，应该不会吵架，一直都会周而复始的运转。我是没有那个概念说，相爱的人是会吵架的，因为毕竟小。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吵架，我吵得特别厉害，我甚至会怀疑，啊，这爸爸妈妈怎么像陌生人一样，像敌人一样？因为甚至有的时候会动手，我是理解不了的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办离婚，我甚至也像思达一样，就问我说要跟谁，我当时很抵触，我说谁也不跟。我说那你们离婚我就去死。小时候比较偏激。然后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我是在睡觉，半夜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就过来突然叫我，马上星那个爸爸生病了，妈妈陪他去趟医院，明天早上你自己起来去上学。我当时迷迷糊糊反应了一会儿，反应的时候我就听到门已经要关了，然后我马上爬起来，我就去看，我妈妈1.58米，个子很矮，当时是80斤，因为我妈妈心脏不好，我爸爸1.84米、85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还挺壮的，160将近160斤，2倍。我就看见我妈妈，就把我爸爸背在身后，就一步一步往前面走，下楼梯。下了楼梯以后，而且打不着车，我一直跟在后面，我看到打不着车，我妈妈是这样，真的是把我爸爸背到医院去的。你们想象一下，就好像对面的王梅同学背着小松老师那种感觉，那是什么力量啊？我就想问大家，这是什么力量？他们吵架的时候，我以为他们不爱了，他们自己以为他们不爱了。但是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就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爱情这个东西去左右我们婚姻是否存在。既然我们决定了牵起手来走进这个婚姻殿堂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我们一辈子都不要放开手了。不管再大的困难，再多的争吵，我们都要努力往下走下去。我看过一句话说，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可能你是情侣，一男一女在一起，你会有100次剑拔弩张的时候，你会有100次觉得对方是他的陌生人的时候，你会有100次觉得我靠，我当时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有100次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到死的时候。但这都不是事儿，都比不上有一瞬间我想要拥抱你的时候。既然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如果你真的爱他，如果他也爱你，那么我们就要结一场永远不分开的婚，我们就要一直往下走，不管有多难，我们都往下走过去。因为爱这个东西有时消失了以后，它根本不是事儿，它会回来的。那么一瞬间走了，他会回来的。我想就是告诉大家所有的人，如果你决定走下去，你就要走下去，不要害怕。翻盘了。刘思达这番话说完了以后，看结果啊，68、69、70、72，哇！刚才是34，现在77，可见我们现场这100位观众是多么心里没底的观众。刚才刘思达在那个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看你，我父亲母亲现在50多岁了，也只有我一个小孩，他们走到现在，我相信他们很早就没有了爱情，但是他们依然有亲情。我妈妈依然关心我爸爸，我爸爸依然关心我妈妈，说明他们还是有爱的，所以他们才走到了今天。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选手们里唯一一个已婚的人士，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刚才大家现在我们这场不是在辩论，我们是在说一些真理，我们说一些生活里的那种常态。其实有一个真理，就是刚才每一个人都说了，包括这个袁姗姗也说到了，就是你所爱的以及你爱的都将，你爱你的都将离你而去，这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我们的爱情就像也许它是多巴胺的作用，也许它能持续6个月，持续4年。但是它的激情终会消退，但当爱情褪去之后，你剩下的会是什么？你剩下的会是依恋，你剩下的会是记忆，你会是过往，你会是生活的一种习惯。因为像刚才听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其实他们很多故事都非常打动我。我刚才就设想着那种场景、那种场面，就算是 OK， 我们没有爱了，但我们已经结婚了。如果有一天这个人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掉了，然后我走在这个屋子里，这是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屋子。然后我打开这个柜子，这是曾经放着我们一起共有的衣服，这是我们一起在这儿躺着嬉戏过的沙发，这是我们一起看过的电视，这是我们一起盖过的一床棉被，甚至这是我们一起养过的一条狗。然后如果我就算没有爱情了 ，OK， 我还可以有我的依恋，有我的亲情，有我的友情，有我的一切的回忆的东西。宇轩，你太太好吗？
蛮好的，蛮好的啊，挺好的，挺好的。就你讲的这么你讲的这么深情的一个故事，让我瞬间就想问候你。然后思达，你还好吗？没关系。啊，是吗？因为我看你一直在洗脸。因为我觉得，其实金老师说的蛮对的，就是有的时候其实爱不等于陪伴，陪伴不等于爱。但是有一句话说嘛，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好，艾丽，你等一会儿啊，我知道你已经憋得不行了，那个。来吧。首先，我觉得现场的气氛现在有点悲壮，但是我想请问一下现场，我看到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作为一个男生，我现在对一个女生说，我说我爱你，我要对你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你们谁会相信？我说我一辈子不跟你们离婚，你们谁相信？你说我肯定不信。OK， 我也不会对你说。对，是的。OK。我还想问一下现场的男生，就是你们有多少人曾经对自己的女朋友说过这样子的话，但是最后分手了？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恋爱经历嘛。好，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可能刚才我们这一边的论题会让大家觉得我们很冷血，但是对不起，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年轻人，我们不可能一眼就看到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爱情，在婚姻当中，我们永远不会不喜欢这个人，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不能够放弃国家给我们这个权利，就是离婚的这个权利。本身大家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就没什么权利，所以，我希望告诉大家的说，就是现在所有的女生，如果有一个男生。我拍着胸脯告诉你，他要娶你，我要对你一辈子至死不渝，我永远不跟你离婚，请你不要相信他，他就是一个渣男。最后祝福金老师能够这么早的就遇到他的 Miss Right， 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我命就不好呢，遇到无数个 Mr. Right， 还不准我离婚。你啊，马薇薇。已经不行了，憋死！我本来是支持他们的，没想到他那么矫情，赶快坐过来了，怕被传染。人怎么矫情了？其实婚姻是一件特别冷酷的事情。我以为他们要说的观点是什么？是真正相爱一辈子的人是不需要结婚的。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两个都确认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对方，我们俩去领证干嘛呀？多9块钱非要交给民政局啊？对。你知道吗？一个人之所以想要去结婚，就是害怕他有一天不爱我了，所以我要用婚姻把你绑住，这才是一个真正合理的反方的观点。结果你们讲了一大堆，说没有爱了，可是我们之间还需要陪伴。我接受不了这个观点，我坐过来，因为这个观点特别容易被反驳。为什么？你没有爱了，你需要陪伴，所以我就需要你一辈子不离开我，养条狗啊！这边都连养狗都已经出来了，是吧？我承认啊，就是我提到陪伴这个事情，确实我这个人就是逻辑很弱，但是我就是情感很丰富。那有多少人凭着逻辑在活着？我们活着不就是图情感吗？况且我还不喜欢。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忠于自己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刚才听完你的故事，我不仅不认为你的父母之间没有爱了，反而我认为你的父母之间是深爱。我说过了，没有爱了，不是说在每天的日常当中你都你侬我侬，就是就什么花好月圆，并不是每一天都这样的。你爱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非常的清楚。甚至说，当你问你的朋友，哎，你说我爱不爱他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艾丽，我想讲一个特别悲伤的故事，能够给个悲伤音乐吗？你站在前面来讲。这个舆论导向一直在出问题，到前面来讲。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悲伤的故事。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有45岁。讲完了，这是最悲伤的故事是吧？没有。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故事比女人已经45岁还悲伤。这是不尊重女性啊！这是不尊重女性。好，结束了。能给我100个字，就说100个字可以吗？OK。我想说的，对，大家可以数啊，3、2、1走。这个女人叫做刘思远，她是45岁，她相信一点，结了婚以后永远不能离婚，即使没有爱。但是她和成千上万甚至百万女性一样，忍受着家庭的暴力。
她每天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回家以后要去给家里面人做饭，要养孩子。但她的丈夫并不喜欢她，并不爱她。但是他们有一点，先人告诉过她，结婚以后就不能再离了，即使没有爱的话也不能离。就是因为这点，她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过上幸福的生活。她一辈子能这么屈辱着人的，她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予下一代。这个问题的话，不仅仅是我们是一个个案，而是在世界各地都会有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简简单的观点，结了婚就不能离，无论任何情况。所以如果发生在伊朗，我能理解。在中国也有，在中国至少有数据的有1200万人。我觉得我们想的是，我们既然是个辩论节目，那我们不应该谈的关键是个案。艾丽，你这故事白讲了。我们今天辩论题目不是在讲说，万一你被打了，你可不可以离婚？没有，但就是在讲的是没有爱了，所以不能把它推到那么极端的。是，这是没有爱的一个前提，很大的情况。艾丽，你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好吧，如果一定要讲我的故事的话，我不想搞特别悲的故事。我的父亲的话，3年前死于车祸。我爸和我妈天天吵架，从小吵到大。我有个妹妹。如果我自己去结婚的话，我不会去离婚，因为我知道我观点很简单，就是我要是有孩子，我就不会离，因为婚姻不仅仅是2个人的事儿，它是更多人的事情。他有你的孩子在那，你不能那么放弃。我觉得王菲很自私，啊，因为她有孩子在那里，对，她对，所以我觉得，但我不想用我一个人的个例，就是我父亲，我最后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哭得最惨的人的话是我母亲。对，我知道，我是在这边，但我不想，因为我一个人悲惨的案例就让成千上万的人受苦啊！最后就变成了所有的女性就会觉得我打死都不能离婚，然后她就会受到家庭暴力，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思想。我认为啊，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其他说，我觉得你应该站中间，因为你其实很难讲你到底是在哪边的啊。好，王梅，刚才思达说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他。他刚刚说。他妈妈背着他爸爸的时候像什么？像我背着高晓松。作为一个女生，我知道我得多爱这个男人，我才肯背起高晓松去下楼梯。他父母之间是没有爱情吗？他父母之间超有爱情。你们没有经历，或者说，其实你真的没有碰到过父母之间真的没有感情是什么样的情况。当你们2个人真的感情破裂，你病在那个地方，他都不肯去照顾你，他甚至不关心你，他却还想说，我还想。勉强的维持这个家庭的时候，这才叫真正的没有感情。而像他这样是有感情的。思达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当你选择要离婚的时候，你要慎重，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还爱他。可是，当你好好想了之后，发现你们之间确实没有感情了，那真的应该离婚。为什么我这么懂？不是我离过婚，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当你喜欢的人已经不喜欢你的时候，你每天想要……行了，你又开始你自己那个悲惨故事了。那个不，我不讲悲惨的故事，我没有悲惨的故事。再给我1分钟的时间，很短。我只是想跟大家说，作为我们女生来说，我们真的值得找到一个真正爱的人，过更好的生活。没有必要觉得好像让这个人照顾我们，让这个人勉为其难和我们在一起，好像是我们最好的归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找到一个真正爱的人。魏明，我解释一下，我说王梅就刚才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他把自己的理解带入了人家的家庭，人家自己的家庭已经走到了婚姻的边缘，人家自己知道还有没有爱了，干嘛要把你的猜测强加给人家呢？因为非常简单。我们反复2边走来走去换观点，这证明什么？你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观点和队友都无法坐在一起超过5分钟，你怎么能跟一个你不爱的人过一辈子？不，我觉得核心是因为你不用分财产。对呀，你要是从那边走到这边，财产有一半得留在那边，你试试看。刚才王梅你对思达的这个进行的进攻啊，我可以说是。其实正是说了一条，他完全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是你刚才说你最厌恶的那个责任感，那完全是一个出于责任感，我也可以做到这个东西。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我的学生有因为惹事儿被警察抓了起来，然后被在关了8个小时，然后我从晚上10点钟在门口等他，在派出所门口，我一直等到早上，并不是我喜欢那个学生，那个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非常顽劣的学生，但是我不想在他被警察关了8个小时之后出来。第一眼看到的是空无一人的街道，我想让他看到一个他认识的人在陪着他，这就是我责任感。我不可能爱他，我是个直男，他是个男的，还长得不好看，但是我会陪着他。如果一个负责任的人，不管他有没有离婚，他都会尽他应该尽到的责任。责任其实跟感情
其实可以换他来。但是关键是你的爱情如果加上了结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相当于你给了对方一个承诺。是你亲口跟他说我要跟你结婚，我要跟你过一辈子的。那如果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话题，说你没有爱就不要结婚这种东西，就我觉得跟这个辩题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既然选择了结婚，那你就把你自己履行的那些说过的那些承诺你给做到啊！你不做到，你又结什么婚呢？这根本不用结婚啊！不是，错。我想告诉你的是，没有。我们今天的辩题你刚好说错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刚才康永老师说艾丽的那个例子举得不恰当，我觉得不是。为什么没有爱？因为他打我，所以我对他没有爱。为什么没有爱？因为有人背叛我，所以我没有爱。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睡不下去，为什么？就是你都已经身上，你心里面都已经住了另外一个人了，你身上都有别人的香水味，还要我擦掉一切陪你睡，我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绑着人家不让人家离婚呢？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我们也讨论蛮充分了，你不用发表观点啊，因为你这个正在履行这个回避原则是吧？这个。我只是说这5个选手，你点评一下，你觉得谁比较好？你是中立的、超然的，谁你比较喜欢？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谁呀？对，潇潇是吧？嗯，我觉得爱是一个不应该拿来辩论的事情，这是首先。所以我对这个辩题一直没有发言。所以我只讲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1950年我们有了婚姻法，才允许女方提出来离婚。因为在过去中国的数千年里，都只有男方叫7出3不去，就是女方犯7样我可以休妻，那只有3种情况下不能休妻，比如说无所归不去，就家里娘家没人了不去，然后贫的时候嫁给你，富的时候可以不去，啊，再有就是雨耕3年丧不去，就是我替你父母守过3年孝不去，女方没有任何权利提出离婚。那我们新中国终于可以女方提出离婚的第1年。因为提出离婚被男方家里杀死的有7万多人。按照刘斯达的观点，杀死他们都有道理。为什么呢？是你承诺过，你不但跟我承诺过，你还跟我父母跪下承诺过，你还对你自己父母跪下承诺过，你还对神明承诺过，你要跟我过一辈子。今天你为什么提出离婚？我就可以杀了你。为什么不能提出离婚？为什么不能？生活在变化，那每个人的成长在变化。丈夫去赌博了，丈夫后来酗酒了，他年轻时候可能是个诗人。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你非要揪着我当年说过一句的承诺？每一个人都谈过恋爱，刘斯达，你谈过恋爱吗？对啊，当你跟人说我永远爱你的时候，那最后分开的时候，人是不是有权利说你怎么回事？你是个骗子，你是个女流氓？不会的，人家不会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生活在前进。一天一天在变化，每一个人都在成长。你18岁的时候并不懂得人生，到你28岁的时候，你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为什么不能？我说完了。你虽然有回避原则，但是我们还是听懂了。我之所以有勇气站在这一方呢，不是因为你们刚才讲的任何道理啊，你们包括高晓松在内所发言的标准都是，如果没有爱了，准不准离婚？我们没有在讨论准不准这件事情，可以，你们要提出离婚可以，我们在提的是要不要离婚。要不要离婚是指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当我察觉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要离婚还是不要离婚，不是准不准我离婚。不是许不许我离婚啊，所以我对于马薇薇刚才讲的这件事情，我有意见，就是马薇薇讲的事情说没有爱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被绑在一起？我要讲的是，人的自我实现有各种追求。你们在学校里面念不爱念的科目，考不必要考的事情，这都是人生的过程赋予我们的纪律跟要求。要你完成是要你完成自己，不是要你一定要考会数学、考会英文、考会物理。所以不要误解了责任感对我们自己的意义。婚姻的承诺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承诺，不是一个我们对社会的承诺。所以我们没有不准你们离婚，我们讲的事情是，当你没有爱的时候，你不用吓到像见了鬼一样，一觉醒过来说我已经不爱他了，我要离婚啊！我们在这时候是要鼓励这样子的人说，可以想一下要或者不要，因为他会去体会我是不是对他还有别的依恋。
我们的回忆那么重要，我放弃了这份回忆去跟别的新的人在一起，回忆全部都作废，这个值得吗？回忆有的时候回忆作废了吗？我很高兴你愿意回答我，就没有了吗？请回答。我觉得你这个立论就有问题，说那些回忆都很珍贵，为什么不要？没有不要啊，谁说就不要了？谁说离了婚，从前的人生就失败了？所以你可以，谁说离了婚，从前就那个爱情就没有了？高晓松，你作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可以靠着你的作品留住这份回忆。可是我若是一个不会创作的人，我可以靠留着这个人，留着这个婚姻作为我回忆的依赖吧？可以吧？如果没有爱了，你留着这个人，还不如你让这个人永远留在你心里，是那个年轻的时候的他，你爱的时候的他，在你心里，对吗？为什么不呢？我们人生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基于有没有爱而决定的。我们到了最后说老来需要一个伴，这个伴是跟另外一个人的连接，那个依赖。你觉得那时候爱还被放在老人家找一个伴的最高的标准里面吗？恐怕没有。他需要有个人陪在他身边，他半夜起来吃感冒药摔倒的时候，有人扶他一把，替他抱。那有多少老人是最后两个人老来黄昏恋，组成了新的家庭？难道因为这样，这两个老人从前的成长、爱情、年轻的时候付出过的所有的誓言，都是假的，都是错的吗？我想他们的回忆打了很大的折扣。把那些东西都留在心里，而再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呢？是，所以你如果这样子衡量之下，然后你觉得我依然必须要离婚的话，我们这一方当然是同意你必须要离婚的。我们现在只是在提醒你说，不要动不动到学校去一不爽就说我不要上课了，我不要考试了，我要翘头，我要。我们这一方也没有说过一天的冲动就要离婚。你们这方的冲动，今天早上我醒来就发现这个就要离婚。你们这方冲动是说他醒过来看到这个女人，他硬不起来，他就要离婚。我跟你们，我跟你讲，你知道天底下有多少夫妻看到对方已经硬不起来了吗？就是这是常态，你根本不需要把这当成是一个理由。你不能说硬不起来要离婚，是因为我对他没有爱，我没有欲望了，所以我要离婚。我没有办法再跟他履行夫妻义务了。我相信不仅仅男生有这个需要，女生也有这个需要。那女生如果也不想跟我履行这个义务的话，她也可以离开我，这是一个双方的。我又不是，哎，等一下，亲爱的，我又不是神经病。我告诉你，我们三个又不是心理阴暗，告诉你们，哎，你们两个没有爱，必须离婚。哎，你们爱离不离正儿八经的。但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就是要把态度摆端正啊，我们就是要离婚呐。如果没有爱了，怎么了嘛？潇潇是一个非常的标榜他因为年轻所以可以耍任性的这么一号人物。那我当然只能祝福他在人生未来的途径当中不要出现。你祝福我要离婚？我根本不相信你会结婚，你会结婚。我们走着瞧，走着瞧。秦姐，你来不来？他们两个人可以，我们打赌好不好？一会儿做完节目，他们两个人再单聊。他们俩人再单聊。全场观众共同作证，我们打个赌，看看潇潇会不会结婚，好不好？哦，先离了再说，先签离婚证书再结。珊珊。他们的激情好像打断了你的思绪，你请。你刚才说老年人我们在一起有一个伴儿，那我觉得他们俩是有爱的，起码他们俩互相关心。但是有时候你面对的这个人，你没有爱了，也许关心都没有了。老师，我有问题。她长那么漂亮，我不忍心攻击她。他还就用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我讲这些话，我没有办法反击。您看着他说算。来说，看到你就恶从心头起。可是是啦，我觉得这个我们站在反方立场，不会蠢到认为说没有爱了还一定要把对方绑在一起，只是提醒大家，责任就是责任啊。人生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完成了责任感，我们才会同意我们自己是一个受过教育、完成自我训练的人，只有这一点点的存在感而已。一个随着爱情东飘西荡而不尊重这个责任感的人，我认为到了最后，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自我实现没有完成。所以我站在这一方，我只想提醒你们这件事情，不要那么任性的认为爱是人生的全部，它通常不是。我们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好吗？告一段落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分数。现在正方35票，反方65票。好，把这个结果凝固住。来看看结果。
看看结果。反方胜，是吧？我们这边赢了吗？对呀，我们有这2个人，我们竟然赢了。对呀。这是我们节目的本期女神，万众期待的袁姗姗小姐。大家好。你们有问题要问姗姗吗？你怎么他那个床单就来了呀？我们学校床单都这样。因为我们来参加奇葩说嘛，必须穿的奇葩一点。你穿的再奇葩，你都掩饰不住你的好看。我穿的奇葩就奇葩。天哪！谢谢。你讲再多话，他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好像你不说话，他就能跟你在一起一样，真是莫名其妙。他会跟你在一起吗？还是我们在一起比较好？我不要跟你在一起。这就是这个节目叫“奇葩朵朵向阳开”。好，我们美其名曰是一个辩论节目，所以我们会找到一个题目，分正反方来进行辩论。来吧，我们看看今天讨论的是什么。西湖边站个法海，游客数量立马下降；核电站旁边站个裸体范冰冰，照样人山人海。这是看脸的社会，女人漂亮嫁得好，男人紧俏一。线下看脸，线上也看脸，上得亮照，关注量明显增加。拼爹的时代，大家也在拼脸，导演选演员看脸，老板选秘书看脸。有好脸就有好工作，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整容一定改变人生。可侃爷发现，看脸只是表象，看能力和魅力才是根本。有钱如马云，哪怕你是外星人；有才如高晓松，哪怕长得像植物大战僵尸，他们有魅力，照样被人崇拜。武大郎要是首富，潘金莲也不会出轨。葛优黄渤长得都对不起镜子，但观众买账，连雷正富都有赵红霞，凭什么说这是看脸的世界？总之，在江湖里摸爬滚打，想要成功上位，有人坚信做个安静的美男子才是王道，但也有人相信不靠脸也能走天下。看一看的有点心塞，所以诸位看客，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呢？这是不是看脸社会？当然，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的对手。斯达呢，2个斯达，一个刘斯达。那我没有在怕他的，因为姜思达第一腿没我长啊，第二说话也没我牛啊，所以完全没有在怕的。但是姜思达头上有戴花呀。对啊。我长得像一朵花。答案，我真的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违心。我这样，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觉得挺好的啊。如果这要真是一个看脸的社会，那我们就直接赢了。这是不是个看脸的社会？我们2位团长也都有各自他们的这个观点。在各位投下你们神圣一票之前，我们先让2位误导一下大家，好吧？小松，你觉得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吗？你看看我的脸，你觉得是吗？那个康永兄，既然他选择了这个方，你就有义务去站到他的对立面上去，是吧？我很乐意站到他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看脸的社会，这直接就是一个看的社会。那看什么呢？就是你有本事让人家第一眼看到你的脸就看脸，没有脸看的话，第一眼看到你的钱就看钱，看车子、看衣服、看你的才华，全部都可以看。那看脸是最方便的，所以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这多好，这才像一个辩论社会，对吧？姗姗觉得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吗？我觉得当贝克汉姆和马云先生站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标准答案。啊，好深奥。马云和贝克汉姆那能比吗？你和我在一起，你看谁看不看？他看你，没看我。他没有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一起看你啊。我还是看脸的啊，我不会跟你在一起。我曾经也看脸，我17岁的时候也看人脸。所以其实看不看脸，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各位2位团长和姗姗的这个观点，但是我你说其实是看身材的。你认为这是一个看腰的社会是吗？这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变化看不同部位的社会。对啊，刚才拍那个什么硬照的时候，他不自觉的把手都放到我的腰上了，我觉得。然后才发现我的臂长实在不够。你们2个这个位置刚好是这么交叉着，容易让大家看乱，换一下位置行吗？我坚决拒绝。
因为我坐在你旁边更有自信。怎么可能有人拒绝坐到珊珊旁边来？我坚决拒绝。不是，我要坐到珊珊旁边，我就变成说也不会话了，家也搬了走。但是你我坐在你旁边，我就非常流利。但是你坐在珊珊旁边，你有了摸腰的机会。那更不行。那不行。老想着摸腰，还能辩论吗？哎，我觉得好怪，这一方长得明显的更好啊，颜值比较高，确定吗？颜值明显的，所以我们才更有说服力。这个姑娘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啊，不这样吗？你凶个屁啊！激动好不好？长得好看，吗？我们的。稳住。那个刚才有一个选手提到一个词叫颜值，小松知道吗？是颜有多咸的那值吗？脸面的颜值，你的世界里没有这个词儿，你的我已经突破了0，是这意思。你叫做颜不值，你知道吗？这个康永知道这个词儿哈，颜值。哎，听起来懂，可是怎么那么像日本里面出现的？珊珊知道这个词儿吧？颜值。知道。好，这样我们就以珊珊的颜值是100%，以我为0，以他为中间差距也太大了。以他为0，来做一个统计，大家对自己的颜值先做一个评论和判断，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自我判断。我们先从康永兄开始，你就不用了，你0，反正啊。康永兄的颜值自认为是58。好准确啊！连59都不是，57和59，它分别代表着什么？就是再多努力2分我就及格了。啊，靳宇轩啊，单纯颜值的话，我估计我大概是68。思达觉得自己呢？我觉得那就比金老师多10分吧，78。潇潇颜值，我觉得我98，看100的话。王梅颜值，颜值的话，如果不化妆的话，大概60分吧。但是化了妆的话，可能可以提升10分，这样70。姜思达颜值，我觉得34吧。虚伪。张扬，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你那个值还没有小松高，你就算了吧啊。哎不，我跟你说真的，以前我真不觉得袁姗姗长得好看，但今天看本人她是美的。我刚才还在跟他们讨论，我说。你又是一个不上进的姑娘，哦，就是我是要开始重新选择职业了吗？我也不太上进，其实。对，他也不上进。好，我们好像还是一个辩论节目啊，现在正式开始吧。选手按自己的观点选择持方。今天的主辩手坐第1排，2排为协助议员。比赛中，观众可以随时变换嬉戏，按下啪啪钮，红正蓝反。辩论的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那我们现场100位观众，到你们表态的时候了。3、2、1。好，我们看一看，哦，67比33。好，按照一个辩论的规则，虽然我们经常不遵守规则，按照辩论的规则，也是由正方来开始。OK，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方的观点是，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因为我们从有狗那年说起，所有的动物的繁衍生息，它们都是靠什么？靠择偶。怎么择偶？我们要选择个优良的基因啊。选择优良基因怎么弄呢？看它的外貌。我们或者说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现在是个狒狒的世界，我们是人猿星球，好吧，我们都是狒狒，那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一个是否是看脸的世界了，我们是个看屁股的世界。狒狒的择偶是看屁股啊，看红色的屁股。实际上，高老师坐在这个位置，就为我们充分的提供了一个证明，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看脸的世界。而高晓松老师由于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颜值，他只能把大家泡妞的时间用来苦练自己的琴艺。当练成之日，你才坐到清华的草坪上。好，1分钟时间到。你成功的已经为你们跑了3票了。OK。啊，你准备转会了是吗？你要转吗？不过金宇轩刚刚讲了个重点，就是说是因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才把高晓松逼到了得苦练吉他，然后成为校园音乐人的这个，然后就完全否定了他看脸的社会。他的意思就是说脸不行，用别的也行靠别的啊，可是说明他自己否定了自己。不是，不对。
按你这个说法，钱不够用，他开口了，我不可以用信用卡。了。您这个说法，钱不够用的时候可以用信用卡，所以信用卡可以取代钱。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其实你不是颜值不够，你不能来凑。高晓松老师，你弹吉他弹那么多次，我们并没有说这只是个看脸的世界，脸很重要，我们没有说它是唯一呀，是不是？我刚才老师说的是对的，你为什么对于我们这种颜值的人不能胳膊肘膀你拐一下呢？你老看高老师有什么意思啊？是在解释。就我说对的，谢谢大家。我还可以补充吗？我来说一个我自己的事情吧。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127斤，然后当时我考的是传媒大学播音系，我们就是出来以后就要干主持人这一行，我就跟一堆人一块儿去一个北京的某一个公司做节目那个公司去面试，我觉得我说的特别好，我觉得里边没有一个人说的有我好。后来回来以后，我等消息的时候，最后我被淘汰了。于是我就开始去问，我说制片人为什么我没有被选上？他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团队够强大，我不用你特别会说话，我们都可以包装你，教你怎么样去说话。但长得好不好看这个东西是最直观的东西，观众第一眼看到你的脸的时候，你长得不好看我就换台了，我不听你说什么，就是这么现实。我也怀疑过。你那时候127斤是吗？对，127斤。你也到过127斤？有过。126比你瘦1斤。我也到过127斤。那谢谢刘思达，你跟我们分享了你悲惨的童年故事啊！就在不久之前好吗？而且会一直延续好吗？这个现象，我要大家都是你清醒一点好吗？我要是你，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回到127斤，看看世界还是不是那样。我就不能那么蠢啊！你认清现实了以后，你可以不服，但你一定要认清这个现实，然后去改变啊！那肯定要减肥啊！好的，再不让人家说话有点太不公平了哈。现在由反方来发言，谁先说？我先说，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吧，就是曾几何时，我也和大家一样，我觉得在娱乐圈，只要你长得好，或者你整得好，总有我的一席之地，好吧？大家现在看看我都一把年纪了，我还坐在这儿跟一群神经病来谋生，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想说的是，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深刻的意识到，我真的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而且我们在反观我们的小松老师，我相信对小松老师的长相，刚才我们的对面那几位同学他们也提到了，小松老师长得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达成一致的共识，那就是真的不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呢。但是他们刚才也提到了，小松老师是一个很优秀的音乐人，人家90年代就知道把别人的长发盘起了，这个小才华我真的是望尘莫及。所以呢，其实我原来写的是谁把你的裙子撩起。老师，我们要有点正能量给观众，马上啊，正能量马上来了。所以呢，小松老师虽然长得比较大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真的是一个有才华的大男孩呢。而且，说到这个社会脸重不重要，我们不否认脸很重要，但他们真没那么重要。就说我吧，大家看我穿的人模狗样的，真的，我的证件照拿出来，比对面的张扬同学长得还要残忍呢。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你们爹妈不给力，是你们自己不争气而已。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连自我包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累死我，让我休息。我们看一下啊，你真的征服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接近要打平了，49。哇，拉平。我发现我们已经输掉了耶！我发现今天的现场观众还是非常敬老爱幼的，像潇潇这么50多岁一把年纪啊，大家居然能够给他这么多的鼓励，真是啊，夕阳红啊！这6位选手还有年龄比我大的吗？真奇怪。张扬，你让人家说完啊！好，他不说完了吗？姜思达，你请。对面的张同学告诉我嘛，其实脸是重要的嘛，别的也是重要的，你今天能力也是重要的，你钱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得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那我们就能得出任何一个结论，这是看钱的社会，这是看爹的社会，这是看身材的社会。所以这样论述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它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脸是重要的，而我们也承认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为什么？是因为在我们走向成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脸和其他因素相比是最容易提升的一个。在我原来的时候，我是个单眼皮，我妈就觉得双眼皮会比较好看。
那现在有这种医学技术，我就说实话嘛，割了一个双眼皮，那很快就康复了。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但是你能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脸好像没那么重要。张司长，我有问题。张司长，你只有割双眼皮吗？真的。那你其他脸上部位没动过？没有。司长，你早晨起来有刮腿毛的习惯吗？效果看好像刮的也不太好。没有。我们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就像他这种是这样的，因为本来打算穿上丝袜的，但是觉得还是算了吧，就是退毛就退毛。你一直跟他聊他的腿毛，等一下他们这一对的这个不高兴。他大腿都露出来了，然后你就关注那个小腿。潇潇是每天要刮腿毛的是吗？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被姜思达给逼的，真是相煎何太急，这小妖精穿成那样，我真的我就只有这样了，你知道吗？她穿裙子我就只有超短裤了。你可以穿迷你裙啊，迷你裙，这样好吗？那她怎么办？她本来床单嘛，就算了。对啊，我都桌布了。所以为什么这一对长得好看的人都在讲这种话？他们有没有勇气卸了妆以后素颜讲这些话？你真想过，他们就是因为长得好看，但是并没有如预期的。如果真是看脸社会，他们早就成功了。他们并没有那么快的成功，他当初误会了，所以他们才认为这不是个看脸的社会，心怀恨意的在陈述这件事。咱们在这坐的所有人，我们这一上面这么多人，有一个人比江珊珊好，比袁姗姗好看的吗？因为颜值分高低，他们没有达到那么好看。我要像珊珊姐您这么好，我早就红了，早就红了，我比蔡康永老师还红。突然红了怎么办？你不红不一定是因为你长得丑，是因为你性格不招人喜欢。对，很好。性格为什么不招人喜欢？因为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腹也有诗书啊，我气还有我们再来看，有些人说文化，唐宋八大家出来8个人，反方已经到64票了。我觉得你们这边要不就是长得难看，要不就性格讨厌。靠后面的外援的人来说说话了，艾丽。我们今天辩题是这个是不是看脸的社会，但我没有说这个是不是只看脸的社会，而且我认为脸有特点不一定要好看。高晓松老师非常有特点，大家你看他的脸啊，仔细看他脸，仔细看他，看不起了。现在把他的越看越想哭，对吧？把他的脸全部去掉。只留把脸全部去掉，没有，把他的皮肤去掉，只留下来胡子、眼睛和头发。你能记住这个人，对吧？再没有任何一个名人像他这样，当然远要稍微远一些，离一些。刚才如果你们仔细听对面的所有人说话，他都会说，我觉得不看脸呀，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我去做这个双眼皮；我觉得不看脸呀，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我就要去包装。如果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不看脸，那就不应该做那些活儿。最后的最后，我说一个我具体的例子。时间到。刚才我坐在高晓松老师旁边，近距离的观察他的脸的一些感受。我真的是我使着劲的看了一会儿，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我的心情，叫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好了，王梅还没有说话，开始。好，谢谢。刚才其实艾丽说的是什么呢？她告诉我们的是人要活得有个性，要有特点，要让别人记住你。可是这个和今天的题目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看脸的社会。在我的理解，如果你跟我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代表什么？代表脸可以定胜负，一脸可以定江山。长得好看就是有特别大的优势，可以说服别人，可以不管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看是不是这样？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的人长得不好看，但是他很成功；有的人长得挺好看的，可是他混得很惨。这就说明什么？如果我们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长得好看只是一种可能让你达到的一个因素之一。脸一定能决定一切吗？关键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你说这个人长得好看，没有学识渊博更加努力来得好嘛？那我们想
想设想一个这样的概念，如果我跟你一样努力的话，我长得比你好看，或者你长得比我好看，是不是有优势？有优势，但是如果我和你长得一样好看，可是我比你有文化，你觉得是不是我又有优势了？对。那这个时候不就是有文化的人更有优势了吗？也看才华。所以说嘛，这根本对比不对嘛。你看高晓松老师跟蔡康永老师都有文化。高晓松老师在这儿呢，你往哪儿指？这我都不看到你们，我只看到蔡康永老师。王梅，我是你而来的。来，我采访一下我身边美丽的袁姗姗小姐，你认为这是个看脸的社会吗？我这样问一个问题吧，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超市的老板，金城武在你的超市里面偷丝袜，那只是假设，假设你要被金城武告，你会告他吗？不会。你会让他肉偿，你会，所以还不如长得难看点。高晓松在你的店里面偷丝袜，你会怎么办？是和金城武比吗？不，就是刚好你的店特别倒霉，上午是金城武偷丝袜，不告，下午是高晓松偷丝袜，告他。高晓松偷矿泉水我就原谅他，你偷丝袜干什么呀？我偷丝袜为了套在头上，可以吗？偷丝袜是为了套在头上去抢隔壁那家店是吧？为什么会把这个丝袜套在头上？因为遮住面部，面部是最容易被人发现的，所以这是个看脸的事情，还要说吗？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看辩论结束时双方投票结果，51对49。凝固啊，这个票数已经不能再被改变了。好，计算胜负结果。反方加了17，反方胜。一个人如果连自我包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如果我和你长得一样好看，可是我比你有文化，你觉得是不是我又有优势呢？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但是你能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反方胜了以后，那就是正方的3位选手当中有1个人会被淘汰。我们请2位团长和姗姗小姐在这个题板上面写下你希望被淘汰选手的名字。开始。好，来吧，3位都把这个题板扣起来，然后在我们把这个结果给大家看之前，请先说出自己的原因，但不要说出这个名字。高团长。我觉得作为胜方再去淘汰这个负方的选手，实在是于心不忍，所以我们叫胜不骄不追杀。哦，胜不骄不追杀。我觉得小时候胜负心太强了，啊，然后这么强的这个胜负心都就上来就已经骄了，这就是骄。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袁姗姗小姐。我实在不忍心，因为我是一个在辩论上有些不太坚定的人，就是听到谁说都还挺有道理的，然后都听得觉得是对的，虽然最后也会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也是需要磨练，然后慢慢成长才会成为优秀演员的。但是听到他们各个行业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所以，然后我就写我自己吧。袁姗姗和小松都没有选择弃权，我们都选择了弃权。那蔡团长，我选中这个人要把他淘汰掉呢，原因是我不确定他留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未来能不能够带来很大的功劳。可是我几乎可以确定，他留在这个队伍里面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好，这是您的选择，是，所以请亮题板。本节目由不走寻常路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人人网，关注奇葩说公共主页，参与奇葩话题，有奇葩惊喜。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请亮题板。那么在正方里面，唯一得到一个淘汰票的就是张扬，所以
张扬，你也许委屈，也许不服，但是你被淘汰。心不服，口更不服，都不服。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真的想不到。当然，也许说苍坤老师是在保护我，他可能要单独发展我，也未必哦。好，谢谢老师。